Hello，大家好，今天是以色列进入战争的第120天。那我有一个蛮特别的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那在进入故事之前呢，顺便跟大家再说一下，今天下午的时候我有做一个跟会员聊天的一个直播。这一次的主题呢，基本上是在分享这4个月以来在战争之下的以色列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分享了一些比较心里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会员观看。那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它很有趣，是因为它很独特，而且我觉得大家会有兴趣。这是我在 All Israel News 这个基督徒的新闻网站上看到的。那在12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叫做 Uriah Beyer 的士兵，他在出任务的时候受伤，然后4天以后过世。那跟其他以色列士兵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其实不是犹太人，他是一个相信耶稣的基督徒，而且他没有任何的犹太血统，他是一个德国人。他的祖父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说他看到一卡车一卡车的人，他们穿着条纹的这个衣服，就是那时候刚被释放的在集中营的犹太人，所以他心里就觉得很难过。那神就感动他来到当时刚建国的以色列，来帮助这些经历过大屠杀的幸存者。那他的这个士兵的祖父就来到了以色列，这个士兵的爸爸妈妈我不确定，但是爸爸就是在以色列长大的。那这个士兵除了他自己他还有比他大的兄姐也都有当兵。那他是最小的20岁。他妈妈没有想到其他的孩子也都成功的全身而退，安全的当完了他们的兵役。但是最小的孩子就是在这场的战争之中牺牲了。但是这个士兵的爸爸妈妈还有祖父都非常的以他为荣，因为他们起初就是因为爱以色列，爱以色列的神，所以来到了以色列这块土地。那能够为他们所爱的这块土地牺牲自己的生命，当然是他自己的孩子，但是他的孩子也是自愿去参加军队，他们不是一定要参加军队的。所以他们知道他们孩子做这个决定去当兵，然后为他所爱的这个土地，也是他父母他祖父所爱的土地所爱的国家牺牲生命，所以他们觉得非常的骄傲，很不舍但是他们知道如果你真的爱一个国家，你不是在他发生战争，在他有危险有困难需要被帮助的时候你离开，你如果真的爱他的话，那你应该是留下来帮助他。所以他们真的是用他们的生命来表达了他们所相信的所持有的信念。那我之前其实都不是很正式的听说有这种什么机构基督徒开的给大屠杀幸存者因为很多的基督徒机构其实都在做类似的词汇活动，但是亲眼在以色列的媒体上看到这样的事情被报道，看到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很明显的表态自己是基督徒，为什么来到这块土地，他们爱以色列，甚至还当兵。以色列的媒体是很正面的在报道这件事情不只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也包含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报纸也是在用正面的态度来报道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新闻的价值在哪里呢？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有弥赛亚犹太信徒，他们是相信耶稣为弥赛亚的犹太人，那他们要当兵。可是比较少人会知道说，也有少部分住在以色列的基督徒，他们也是自愿当兵。因为基督徒是通常是被归类在阿拉伯人，那阿拉伯人是不用当兵。那所以如果要去自愿当兵的基督徒政府当然是会，如果你的条件够好的话，那政府当然是希望有越多人能够加入军队是越好，但是前提是你的条件是足够的，不是去托管人家军队的。那也有这样子爱以色列的基督徒在军队里面当兵。
那他们当然就是很多都是像是教会的小孩啊，或者是基督徒机构的小孩，或者是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是第3代是孙子了。我在住以色列这2年多的生活圈里面，我确实有看到像这个德国基督徒年轻人去当兵的例子，就是身边也有基督徒，他们不是犹太人去以色列军队里面当兵，所以我是觉得哇很感动，因为这些基督徒爱以色列的行动，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可能不知道，可是经过媒体报道，我不知道人家会不会看到啦，但是有媒体在那边，也许会有更多的当地以色列人会知道说他们不孤单，然后基督徒很爱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就是因为爱这个神，所以来到以色列来爱这里的人，所以这是我想要分享这一则新闻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家庭是真的很了不起，很伟大，也很重要，因为他们是德国人，等于他们代表德国这个民族在以色列这边来为德国发光，来为德国来证明，就是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那他们也代表了基督徒的团体来证明，就是基督徒是真的愿意用生命来爱以色列，觉得很伟大。所以如果你们对这一则新闻有兴趣的话，我会把它放在资讯栏那边，你们可以去看有影片也有报道。那希望之后会有中文的，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大家拜拜。